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维生素 D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目前很多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大同意维生素 D 叫它叫做维生素。这些学者呢认为维生素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应该要把它当作一种激素来看待。一般人认为它就仅仅是跟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骨密度有关，补充钙的时候我们就要吃维生素 D 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维生素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如此。维生素 D 在我们身体的骨骼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甚至于跟癌症发挥了非常非常多关键的作用的。所以维生素 D 绝对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那么简单的。学者专家们认为目前人类普遍的大面积的身体里面缺维生素 D。那有很多同学会去验血看一看自己维生素 D 的水平究竟是多少。你会发现我们目前的标准，如果说你的血清里面的维生素 D 达到了30纳克的时候呢，就被称为理想，你就不需要担心维生素 D 够不够了。实际上如果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维生素 D 这个题目的话，做孕妈肯定知道，你们如果生下了婴儿，如果你喂他吃母乳的话，医生应该会提醒你要在婴儿的嘴里给他吃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因为母乳里面没有维生素 D。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看，似乎不大合逻辑那以前古时候的婴儿怎么办？那个时候没有维生素 D 可以吃的，他们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个科学界有答案告诉我们的。食物里面吃到的维生素 D 数量非常非常少的，我们身体自己会合成制造，所以它不应该叫做维生素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无法自己合成的。可是 D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皮肤接触到了紫外线的时候，跟我们皮肤底下的胆固醇在一起结合，然后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最后呢形成了维生素 D。 所以维生素 D 其实是在我们体内可以形成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古时候的人，以前的人呢，他们因为辛勤的劳作，经常在太阳底下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以前的人呢，生活环境里面没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婴儿出生了以后，如果他身体里面严重缺维生素 D 的话，他们容易有一种病，这种病叫做佝偻病。当初就是因为在英国工业革命出现不久以后，英国严重的空气污染的情况下，生出了很多佝偻病的婴儿，才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然后才发现是因为他们身体里面缺少了这种物质，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物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维生素 D。 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身体自己晒了太阳可以合成。后来在没有发明人工可以摄入的这个维生素 D 补充剂之前，当时最好的处方就是晒太阳医院里面有专门晒太阳的地方的，就好像我们的医院有专门吊水的地方，他们有专门晒太阳的地方。对我们现在的普通人来说，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国外的一些大学做的一些学术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母亲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如果少于60纳克的时候，它的母乳里面大概就不会有维生素 D 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标准说30纳克是理想，但是母乳里面没有维生素 D， 究竟理不理想我们自己要做个判断的。我自己认为60纳克应该是最低标准的，因为达到60纳克母乳里面才会有维生素 D 的，这是人类生命的延续，这个是重要的环节这只能说是最低要求了，不能说是理想的目标了。有很多医生写书关于维生素 D 的书，因为维生素 D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实在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骨骼系统、免疫系统，它影响我们的免疫能力的，它影响我们的代谢，影响神经系统，影响心血管。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少人知道的，这个医生写的书他怎么解释维生素 D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今天你们很多人听过自体免疫攻击，尤其是经过了疫情以后，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免疫风暴。免疫风暴跟自体免疫攻击其实是一回事，强弱不同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火力全开的，然后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导致了很多很严重的后果。根据这些医生写的书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在那种环境里面，在那种状态底下失去控制了，它没有调节能力了，所以整个免疫功能全部放开了，最后形成了自我攻击了。这些学者认为维生素 D 是我们身体免疫机制的一个阀门，一个调控阀，让我们身体不至于免疫过激，也不让我们身体的免疫不足。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种营养素了。所以说它扮演的是一种激素的角色，其实并没有说错。好了，所以60纳克是我认为最基本的需要，我个人认为100纳克以上才叫做理想。
目前我们只能够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意见，所以来听这堂课的朋友们，你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跟判断。血液浓度要达到这么高量的维生素 D 啊，靠晒太阳是不现实的。现在这个环境，人穿了很多衣服，空气污染，加上如果你真的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你可能会有其他健康的疑虑，你皮肤可能会晒坏的。所以其实真正比较安全的是吃维生素 D3 的补充剂。维生素 D3 的补充剂目前有2个比较重要的来源，一个是从羊毛脂啊，就是羊毛里面的脂肪提取出来的。那这个提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质的参与，但是呢，这个是最广泛、最普遍的，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维生素 D3。目前你在市面上买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从羊毛脂里面提炼出来的维生素 D3， 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另外还有一种维生素 D3 的来源是从地衣啊，就是在岩石上地衣上面萃取出来的，基本上是全天然的，因为它全天然全素，比较少化学的参与，所以比较适合小孩了。这是2种维生素 D3 的主要来源。至于我们对维生素 D3 需求的量，我个人建议从2万国际单位开始，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跟维生素 K2 一起吃，避免血钙过高。血钙过高对我们健康会有影响。如果你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没有维生素 K2 一起的话呢，血钙升高的风险就比较高。有了维生素 K2 一起吃的话呢，血钙过高的风险呢就降低了很多了。现在的维生素 K2 都是以 MK7 的形式存在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它是比较理想的。好了，很重要的最后的一个问题了，你说那我吃完了以后，我怎么知道我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3 到哪里去了呢？验血啊，你验血可以知道的。我跟各位说，维生素 D3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脂溶性的营养素。首先你要知道，胃里面一定要有脂肪的，胃里面脂肪太少了以后，它溶解不好就吸收不好，所以我们建议维生素 D3 在饭后吃，因为吃饭的时候你胃里面会有脂肪，那么吸收会比较好。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它在我们身体里面要慢慢储存，大约3个礼拜，在你体内的储存量呢，大约就达到饱和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你自己吃了补充剂以后，你的维生素 D3 进步到什么程度了，你可以等1个月以后去检查。建议你在补充之前检查一次，知道你的维生素 D 到底是多少纳克。1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去验血了，看一看你进步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比较保守，你可以从5000开始，如果你吃5000国际单位的话，你会发现进步的很少，1万国际单位进步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对剂量的需求不一样，你可以隔1个月去测一次，调整你的剂量，自己去有根有据的去调整你每一天吃多少维生素 D3。